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在日本北陆地区有一座很多人都会直接錯過的小城市，但就是這樣一個低調的地方，卻被《紐約時報》評選為2025年全球最值得去的52個目的地之一。這裡就是富山。本次行程將花費2天1晚，帶大家一起探尋富山及周邊城市的魅力。現在是早上11點左右，從東京坐飛機1個小時到的是富山縣的富山機場。來日本這麼久，我有3個地方沒去過，其中一個就是富山縣，另外2個是山口縣跟福井縣，也都還沒有去過。所以今天先來富山縣逛一圈。剛好這個機場這2天也更換了一個新的名字，好像把壽司這2個字加到機場的名字裡了。不過這邊還沒有完全更換掉。機場出來就有吃壽司的，因為這邊海鮮非常的新鮮，所以預計會花2天時間在富山縣逛一下。從富山機場到富山站，這個巴士是420日幣，就在機場外面出來就有。剛剛從機場坐機場大巴，大概25分鐘到30分鐘左右，現在已經到了富山站。這個富山站還是挺漂亮的，我第一次來，第一次登陸富山，還是挺期待的。然後現在剛剛是11點半左右吧，已經到飯點了，準備去嘗一下富山這邊的海鮮。然後來之前也做了一下攻略，說在車站附近有一家非常好吃的迴轉壽司。準備去吃一下看一看，但有可能要排隊吧。找到了，就是這家店，就在車站附近，大概走過來2-3分鐘左右吧，來進去吃一下。现在吃過飯之後，坐車來到了富山縣水墨美術館，這邊很漂亮的一個庭園，然後建築也非常的漂亮。它這個入口處是一個非常傳統的日式建築。真的很漂亮，然後它裡面的庭園望進去也非常的漂亮，進去看一下。
富山縣水墨美術館是日本少數以水墨藝術為主題的美術館，館內收藏了橫山大觀等近現代日本水墨畫家的作品。美術館最大的特色不只是展覽本身，而是把建築與庭園融為一體。大片落地玻璃將庭園景色引入室內，讓四季變化也成為展覽的一部分。即使不是藝術愛好者，也能在這裡靜靜感受日本美學中留白與寧靜的魅力。ここ比較的綺麗ですけど、はい、欠けてますね。はい。これがブルーにまた持ってきて、この美術がちょうど開館する直前だったんですよ。すごい。在这个美術館裡面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剛剛工作人員跟我介紹說，它裡面擺放的這個凳子下面的這個石頭，是法國盧浮宮美術館的運過來的石頭，就是盧浮宮那邊整修的時候。這個石頭就不要了，然後他們就把石頭運到這裡來做這個凳子的墊腳，太神奇了。然後它這個椅子上有寫。剛剛從美術館坐車又來到了富岩運河環水公園，在這邊可以坐一個水上巴士，然後環繞運河去遊覽這個附近這一帶。這個水上巴士大概是60到70分鐘左右吧，來坐一下。然後這個公園裡面其實有一個被譽為這邊最漂亮的一個星巴克，待會兒去看一下。等傍晚的時候吧，可能會漂亮一點。這公園也挺漂亮的。去找一下買票的地方。這個公園中間有座橋，然後兩邊的這個橋墩上面好像也是觀景平台，也是可以上去的。等一下，等坐完船上去看一下。這裡風景真的特別的好。這條河就是富岩運河了吧？然後星巴克就在那個橋的對面。こんにちは。本日は船橋水上ラインをご利用くださいまして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船は今、2時10分、富山県の船運河関水公園というところを出港いたしまして、これから船運河という運河に出ていきます。その運河の途中にあります国の重要文化財になって
今お行き来しておりました船の船溜まりだったところを直しましてこのような公園にしたものです。今では日本の歴史公園100選にも選ばれ富岩运河环水公園是富山市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公園之一。20世紀初，為了連接富山市區和富山港，改善貨物運輸，當地開始開鑿富岩運河，並於1935年正式完工。隨着鐵路和公路的發展，這條運河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後來整治成為今天的環水公園。而運河上的中島閘門至今仍在運行。雖然規模不大，卻採用了與巴拿馬運河相同的升降式閘門原理，通過調節兩側水位高低，讓船隻順利通行。如今，這條百年運河雖然不再運輸貨物，卻經常能看到當地學生在這裡練習划船，為這片水面注入了新的活力。這邊就是剛剛船經過的這個閘門，然後運河的這個閘門就是從上游到下游，通過中間這個空間，然後再把船降下去。然後這個導遊說，這裡的這個運河的這個運作方式就是巴拿馬運河的運作方式，只是說這裡規模非常的小而已。中間這一段就是這個空間。然後再往前就是下游，一共有2扇門。現在這個水位剛好是在下降的，因為從下游會有一艘船進來。這個下降的這個速度很快，但是這個水其實看上去這個動態並不是很明顯。然後現在跟着這個船的導遊去看這個控制這個門和水位的這個地方。中間這座橋叫做中島橋。這個就是中間這個停船的地方，水位上升和下降的這個地方。然後前面這個小房子就是這裡的這個控制室了。這裡就是中島閘門控制室。這個星巴克不是富山縣第一，是全世界第一。導遊說的，說是全世界最美的星巴克。不過確實挺漂亮的，它旁邊的是櫻花樹，4月份的時候應該特別美。夏天看上去也還不錯。现在下船了，然後準備去這個公園裡面這座叫做天門橋的上面的觀景平台去看一下風景。天氣好的時候可以看到就是遠處的高山。
富岩運河的這個天門橋。其實站在這座橋上就已經覺得特別漂亮了。现在又坐车来到了富山市的这个玻璃美術館，這個建築物也非常的漂亮，來這邊看一下。它的外觀上面是大理石的，哦，這個建築物裡面也非常的漂亮。是玻璃還有木材配合在一起的幾何線條。這個玻璃美術館的這個票價是200日幣，這裡的票價都非常便宜。這裡的常設展是在4樓跟6樓，然後常設展的票價是200日幣。哇，這個建築物裡面真的非常漂亮。上到2樓之後，可以看到最上面，也是一個有點像螺旋形結構的一個屋頂。富山市玻璃美術館於2015年開館。由世界知名建築師隈研吾設計，整座建築大量運用木材與玻璃，讓自然光灑滿室內，營造出溫暖又通透的空間。而富山自古也是日本重要的玻璃工藝重鎮，因此這裡不僅展示來自世界各地的現代玻璃藝術作品，也成為這座城市玻璃文化的重要象徵。现在吃過晚飯，然後散步，準備再去到白天去過的那個公園——富岩運河公園那邊。現在正好是傍晚，對面這棟房子的這個玻璃還挺漂亮的，映着夕陽的顏色。然後去公園，等一下看一下傍晚這個星巴克的這個景色是怎麼樣的。
這邊大概距離車站有5分鐘的路程吧，已經完全變得非常的安靜了。哦，这条路大概就是连着白天去过的这个公园。这边风景真的还挺不錯的，而且很空曠。這個就是白天的天門橋。富岩運河環水公園的這個天文橋這裡，它2個觀景台中間還加了一條燈帶，也是特別好看，連在一起的。夜晚的富岩運河環水公園比白天多了一份寧靜和浪漫，燈光倒映在水面上，遠處的天門橋緩緩亮起，中間那道紅色燈帶尤其醒目。橋的旁邊就是被稱為世界最美星巴克的店鋪。坐在這裡看着運河與燈光，我忽然覺得富山的夜晚真的比想象當中更加迷人。現在是早上8點半左右，來富山站準備坐愛知豐鐵道去羽前海岸看一下。今天天氣也特別的好，7月10號，今天氣溫大概有33度，非常的熱呀。這個車就是這樣往前走。愛の風富山鐵道。先去買一下票。去這裡買票，從這邊買票坐到高岡站，然後換濱見線，再去羽晴站。
現在来換成濱界線。这个車子還挺好看的，是橘紅色的，很老式的一輛車，應該是柴油機車吧。現在已經到了雨晴站了，從富山站坐車加上等待的時間大概是1個小時左右，然後這個車站就在海邊。現在走路去附近的一個公路休息站，然後從那邊可以觀看到這個富山灣這邊還有這個鐵道，大概步行可能6、7分鐘吧。哇，對面看到的好像應該是能登半島了吧？這邊離能登半島還是挺近的。3樓有一個觀景台。這裡也有很多哆啦 A 夢的東西，因為藤子不二雄是高岡市出生的人，然後在這個雨晴站的這個公路休息站就有很多哆啦 A 夢的東西。在公路休息站這邊還買了一個哆啦 A 夢的手帕，這個設計還挺可愛的，它是裝在一個盒子裡面，然後每一面都有不一樣的這個圖案。這個就是手帕。現在已經到高岡站了，然後下來準備吃個午飯。這個地方因為是藤子不二雄的故鄉，所以車站裡面就有一個哆啦 A 夢的一個油桶。畫面有點黑，還蠻可愛的。我自己非常喜歡哆啦 A 夢。原來我住的一個家就在東京，就是川崎市附近的這個哆啦 A 夢的博物館旁邊。哦，富山還有馬拉松哎，11月1號舉行的一個馬拉松，還剩下114天。這裡就是高岡站的站前了，很空曠，而且感覺沒有什麼店鋪哎。對面有一個商店街，然後在車站這個連接的地方有一些酒店吧，其他就沒有了。然後在這個車站的對面，這個高樓下面應該有一個哆啦 A 夢的一些銅像，過去看一下。今天天氣還是挺不錯的，但是真的就是太熱了。大概這裡有30，我覺得現在應該有35度了吧。
這個風吹上來都是熱的。哦，就在這裡了，有好多。挺可愛的。它造了一圈，然後主角团都是在這一圈上面，還有多萊美，挺可愛的。然後這邊還有6個銅像吧。丁丁，主角，和主角合影一下。这个地方是高岡市的一個商店街，然後一直往這個方向走，大概有4個小景點吧。先隨便走一下看一看，距離還都是不是特別遠。然後商店街的店鋪也基本上都沒怎麼開，感覺和其他的地方城市都差不多。現在從車站大概走了10分鐘左右，走到了這個山丁京的一個傳統建築保護的一個地方。這些房子都非常的古老，感覺像是江戶時代的。這裡有一家藥局，但店都已經不開了。這個應該是藥局吧，看起來像是。寫的是藥4還是411，倒過來念。大概從車站走路20分鐘左右，現在到的是一個地方叫做金屋町，這邊也是一個傳統建築的一個保護的一個地方。然後這裡有座橋叫做鳳鳴橋，然後這個橋上有2隻金鳳凰。然後在橋的另外一端也有1隻，一共有2隻。這邊有個地圖，然後上面的紫色部分就是傳統建築的一個區域，然後這邊好像也是高岡市的這個演練的一個發祥的一個地方。這邊還有個資料館，這裡應該是演練場的一個圖片吧。這整塊區域還是挺大的。這裡的房子真的全都看起來像是江戶時代的樣子，非常的古老，全都是木造的，看起來。而且這個街道非常的乾淨，很漂亮，